Hello，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吃过的钙片，因为我之前有视频说过，在2年前疫情的时候，我是做过甲状腺手术的，是全切。因为全切之后，它必须要补充优甲乐和你要吃钙片，然后还有增加维生素 D， 因为维生素 D 是要促进钙的吸收。那么我已经吃了很久的这个钙片，也有很多不同品牌的，所以我觉得虽然说我不是一个医生，但是久病成医嘛，所以说我尝试了很多不同的一些钙片和维生素，个人觉得我还是有这个一点点发言权的，所以说今天也跟大家讨论一下。如果你也是有甲状腺相关的问题，也欢迎你留言讨论，或者是说可以加入我的小红书，因为小红书里边有病友群，然后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情况，然后大家就可以去讨论。OK，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吧。先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吃过的一些钙片。那这里呢有很多种都是我吃过的，然后这2种呢是法国的，这个是维生素 D， 然后这3个呢是中国的，这3个，然后这个是美国的。那么刚才我给大家展示的这些药物都是已经吃过的，那我们就来一一的说一下。首先我要说为什么我会吃这么多不同的这种药，因为我个人觉得每一种药都是有它的优缺点，然后这是第一。第二是，如果你是一个长期服用药的人，那么除了一些规定的一些必须吃的一些药，比如说我需要每天早上服用优甲乐，对吧？除了这些药，可能它会有固定的一些相关的品牌之外呢，剩下的比如说类似于像钙片啊，或者是维生素 D 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补充型的一些药呢，或者是保健品呢，我觉得可以去更多的尝试，然后去找到适应你的，或者是对你自身吸收更好的一些品牌。因为我是一个需要长期吃药，就是吃一些钙片补充，因为我也不是医生，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呢，你的甲状腺如果全切掉了以后呢，你的身体里的钙就没有了，也就是血液里它会造出来的钙，然后补充到你的身体啊，你的骨骼呀，所以说它就没有，或者是非常非常低。那么我从做完手术的第1天，我就开始吃钙片。刚开始医生推荐的就是这个，就是葡萄糖酸钙和盖尔奇的这个2个药，就是这2个。我当时喝的是这个葡萄糖酸钙，然后它是每天3次1次，我要喝2瓶。因为我刚开始做手术的时候，它可能身体还是需要补充更多更快的，然后让身体适应嘛，你突然之间就是钙掉下去，就是需要补充嘛，是可能这个道理吧。然后呢喝了大概是有差不多2个月吧，很甜，这个很好喝，在众多国内的药当中，我觉得很少有很甜很好喝的药，但是你喝多了就会感觉特别甜。后来呢，我又改成了这个盖尔奇，因为很多大夫都觉得这个药呢，它补充的这个钙要比葡萄糖酸钙要更猛烈一些。因为我是需要每3个月或者是6个月去测一下，然后我的甲状腺激素和一些钙的问题、维生素的问题，所以说确实是这个药它喝的次数少一点嘛，应该是之前每天2片的这个盖尔奇就 OK 了，然后再加上维生素 D， 它就会要比这个葡萄糖酸钙的这个钙值，就是抽血验出来的要更高一点。但是这个盖尔奇的问题就是说，它可能是会容易引起你的结石，
就是因为它有一些沉淀嘛。如果你经常喝，或者是说你有一些结石的人群，有的时候大夫是不会建议你，因为我的妈妈她就有结石，她年龄大了嘛，然后就是医生也会建议她去喝一些钙呀，但是医生就说盖尔奇的药就尽量不要喝，因为它是碳酸钙的，它这上面有写，你看这儿写碳酸钙的。现在盖尔奇新出了一款液体钙，是碳酸钙加柠檬酸钙加第3。那碳酸钙呢，它就是在人体吸收的之后，它会有一些残渣，或者是它会形成结石。所以如果我经常喝，每天都喝的话呢，也许等到10年或者是20年，也许我也会有身体里会有结石的产生，所以说我就没有再总喝下去。这个药是我之后，然后就是疫情的时候买不到太多的这个盖尔奇的时候呢，药店呢同样推了这个药。这个药它是应该也是国产的吧，它叫迪巧，然后它也是碳酸钙。它是这个盖尔奇的一个类似于平替款，然后在药店里说它们两个是一样的，我喝完之后可能也是差不多的，它里边的药片也是差不多的，然后都是这样子，都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它这2种药呢，我吃的时候的区别就是这个绿皮的它感觉会比较软一些，就是你放到嘴里要把它咬碎嘛，或者是加水一起咽下去嘛，然后它就比较好咬，就是一下子就软了那种感觉。而盖尔奇它会比较硬，就算它嘴里边会有一些水在里边，它可能也不会马上的去变软，这就是它2个的区别。其他的我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那这3款药呢，还有一个更大的区别，就是这2款药它是可以报销的，或者是说在药店里可以买，或者是报销吧。那这个葡萄酸钙呢，它是自费的，价钱也会更高一些，是完全自费的药。有一些病友他更多的还是会选择盖尔奇，类似于这种能报销的这种药吧，因为需要天天吃嘛，所以说可能在预算上也会有一些问题。OK， 那么下面来说法国的这2款药。那这一款呢是柠檬口味，有维生素 D3 的这么一个钙粉吧，然后它上边同样也会有写碳酸钙和胆钙化粉，应该是就是它里边也是碳酸钙的，但是呢它也有更多的维生素 D3 的吸收，然后它的口味呢应该是柠檬味的，这个里边有一个柠檬的标志。这个一个大盒里边是30袋，然后呢它是一个这样的小袋子，倒出来粉粒状的。这个里边呢30袋的其中1袋也是这个样子的。它这上面明确有写孕妇是不可以食用的这个药。那么我下面就来给大家冲一下，看一看它是一个什么状态。现在呢我们要准备的是一个杯子，然后呢和一个勺子，我们要把这个粉末的这个药给它轻轻的撕开，它用手就可以撕开了，你看这样撕它就撕开了。撕开以后把它倒入杯中。那要注意的是它不可以用热水去冲，应该是只能用凉水，它会出来一些泡泡，就是跟汽水一样，跟那个柠檬汽水一样，还蛮好喝的。我的建议是你要多放一些水，因为它会很酸，然后把它搅拌一下，轻轻的搅拌就 OK。
这样的话呢，它就已经可以喝了。很好喝，真的很好喝。有一点点微微的柠檬酸味，然后也没有感觉有药的感觉。它里边会有一些残渣，然后你就不要喝了，把它扔掉就 OK 了。那么这个就是我在法国买的这个药。还有一种法国的药就是这个牌子，这个药已经没有了嘛，这个药也很好喝，然后它就像它上面的标签这个圆圈一样，然后是一个白色的药片，然后它是吸乳型的，就是放到嘴里你也不用喝水，然后它也很好喝，也是有一点酸甜的那种甜甜的那种药片，然后慢慢的它就会化掉，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也是吸收的会好一点。然后它也是柠檬口味的，这上有写这个柠檬口味的，上面呢会有写这里边是维生素 D3，钙化粉。这边的说明呢，要小心关闭盖子，保存在不超过25摄氏度以下的这个环境当中。然后他说不要放在儿童能抓得到的地方，估计是小朋友应该不能食用。底下就是它的批号和这个法国的一些地址吧，它生产商这边也是它一些药的一些含量，然后上面有写仅供成人使用。我来说一下它这2款法国的药它的问题优缺点吧。那这2款药呢，它的优点就是它会做出一些比如说吸乳性含片或者是用水冲剂的这些泡腾片类型的药物，它会更好的让体内吸收，或者是说你在吃的时候更方便，快捷携带的也会更方便一些。因为法国现在有很多药基本上它会推重于从那种胶囊或者是一种药粒呢去改变成泡腾片，因为泡腾片它会更好的会被人体吸收，你服完药之后它的对身体里的这个效果呢会更快一些。我之前查过，他们说就是你如果钙吸收的更好一点，或者是说你更不容易得这个结石的这些问题的话呢，吸乳性的这种含片是首当选择的，这个更好一点。其次就是泡腾片，然后就是一些药粒啊，或者是一些胶囊类的那种药。所以说我这2个药呢，这个药是从那个某宝上搜出来的，然后他们有那个就是海外代购过来的这个药，因为它是唯一一个我能查出来在网上可以买到这个吸乳性的这个钙片，所以我就去买了，然后吃了一段时间，也还 OK， 没有太大的变化吧，因为我每次抽血的时候就是钙还是在这个平均值偏低的地方，就是将到这个线的地方，它也没有说特别的优秀，但是呢也没有特别的差。那这款药呢，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回国的时候，然后我跟他说我希望他能帮我从药店就是 Pharmacy 那个地方去问一下，就是我想知道在法国的药店有没有比这个药更好一点的钙片的药。然后就是我朋友就帮我去马赛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药店嘛去问，当时的话那个人打电话咨询的时候呢，他说在法国的药店基本上就是这款药，然后这款药还有就是盖尔奇，然后那个药店的人他竟然说盖尔奇是非常优秀的，因为盖尔奇我是能在国内买到的，所以说我不可能让我朋友从法国给我去带盖尔奇回来，对吧？所以说我就选择了这一款去试一试，然后也是刚才我喝的那个样子嘛。这2个都是柠檬酸口味的啊，
它补钙的感觉，我个人觉得就没有前一些更好，或者是说我可能喝的次数比较少，因为我觉得它虽然很好喝，但是它并不是很方便。因为首先我们平时会喝很多水，或者是在晚上的时候，就是你喝太多的水的话，你那个肾的负重睡觉的时候会比较大嘛。我平时的时候的习惯呢是可能会分开喝2次，也可能会1次，但是在晚上喝，因为我之前喝的都是药片嘛，所以说它不用喝太多的水。而这个药的问题就是在于，如果你晚上服用的话，你会沏一大杯水，然后去喝掉它，是吧？你会感觉很撑，我是这么觉得。然后呢，我就很不喜欢喝，有的时候就会落下喝，就是没有喝到很多的这个量嘛，所以可能它的这个问题就在这儿，是我个人的问题，这个是小的问题。但是这2个药它也是碳酸钙的药。还有一个问题，我停止用它的原因是因为它2个都是有糖的，有麦芽糖或者是蔗糖吧，就是它上面会有写。对于一个长期服用药的人来说，再加上我的体重可能也没有这么优秀，我个人觉得这个控糖还是蛮重要的，无论是减肥或者是对身体，因为中年以后它很容易引起那个2型糖尿病嘛。再加上我这个甲状腺有一些相关的文章会说，像比如说我们甲状腺切除了以后，它很容易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在老了以后，就是心脏或者是说在血糖方面它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在意这个糖，无论是一些木糖醇或者是一些无糖饮料啊，或者是一些蔗糖，我可能都会就是控制它。吃太多糖不好，尤其是你平时不知道吃的一些东西里面有糖，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这2款药，这瓶已经喝完了，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大盒，我把它喝完之后可能就不会再去买它。最后一个我们来说一下拜耳的这个钙片。这个钙片也是我从在网上搜到，然后有看有一些人做视频啊，或者是分析，他们说这个药是在美国比较畅销的，价钱也比较便宜的药片。然后我就在某东买的这个药嘛，一大瓶倒是挺大的，它上面有写加大量的。我觉得它最好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柠檬酸钙，在目前为止，我之前吃的这些一般都是碳酸钙和葡萄糖酸钙。柠檬酸钙呢，它对身体的吸收和一些防止结石它会更好一些，所以说我就尝试着买了它。它这个里边也是有第3的，这上面有写大夫推荐的第1名的这个钙片，然后这边呢是它的一些配料表，也是不可以用孕妇食用，然后哺乳期也不可以，儿童可能也不行，12岁以下的小朋友是不可以的。然后它的这个药呢是里边是这个样子的，白色的药片。它这个拜耳的这个钙片好像有其他款式，跟它一样的这个款式呢是有一个是小剂量的，我吃的这个是大的 Plus 的这个，因为我需要补充的钙更多一点嘛，就是别人如果他只是补充钙缺乏，或者是说一些骨质疏松缺钙的人群，那他补钙是因为他自身有钙但是低，是吧？补充不到身体里的那个基数。但是我是因为没有钙了，就是我不再造钙了，所以说我必须要每天去补钙，所以这个钙的量会我觉得更大一些，如果我吃少了就没有用。
那我就买了这个 Plus 的这个，它吃起来没有什么感觉，就是硬硬的那种要嚼碎的那种也药片，跟盖尔奇差不多，好像比盖尔奇要更硬一些。然后呢，这个药粒要更大一些。你看，这是它的药呢，感觉要大一些。那它这个药的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因为它太难吞咽了。他们也有说这个药粒比较难吞咽。刚开始吃的时候，我有1、2次就是差点感觉就是这个药片直接就是从这儿嗓子横着就下去了，然后就有点疼。其他的没有什么问题吧，就比如说钙吸收啊都很好，然后柠檬酸钙也很优秀，对吧？它补充的钙我觉得也是可以的，跟盖尔奇差不多，但是它跟盖尔奇比起来，它是柠檬酸钙，而盖尔奇是碳酸钙，所以说肯定要它更优秀一点。如果你是补充微量的这个钙片的话，你可以选择那个小号的，然后多剂量食用的这种。我是因为比较省事儿，所以我觉得我就买了这个 Plus 嘛。它的价钱也不是很贵，好像据说在美国买会更便宜一点。那目前来讲，我吃过的这些钙片，我觉得更优秀的还是拜耳的这个钙片。但是我现在还是会有一些混吃，就是我会用它和盖尔奇还有葡萄糖酸钙，我会经常有一点点混着吃，因为你经常吃一种药，它对人体的吸收或者是抗药性它都会有的。我可以吃1粒的拜耳，加上1个葡萄糖酸钙，再加上维生素 D， 那等于也是一样的，对吧？或者是我吃1粒的拜耳，再吃1粒的盖尔奇，然后也是差不多的。我是这么个人认为啊，也许可能我说的不对吧。之后如果要是有其他比较不错的牌子的钙片呢，我也会尝试。尝试之后我也会再拍视频给大家介绍分享。那么钙的问题说完了呢，我们再说一下其他的维生素的问题。那我每次吃钙的时候，我都要同时要吃维生素 D， 那我选择的就是这款，然后它也上面很明确的有标志，药店比较推荐的第1名的这个维生素 D， 这样子胶囊的这种样子。然后我每次喝的时候，我都会一起去喝一个胶囊，因为之前我刚做手术的时候没有喝 D， 然后我的钙就上不去嘛，所以大夫就跟我说，你最好还是喝 D， 跟钙加在一起，然后这样的话呢，它的钙吸收会更好一些。那在国内的维生素 D， 大夫之前跟我说，它没有特别大剂量的，就是它一个小白片很便宜的那种维生素 D 嘛，但是它的药剂量小，可能我会吃好多片，那这样的话就会比较麻烦，不是不行。那种白色药片，它同样它会有淀粉呐，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沉淀物啊什么的。那我就查了一下，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胶囊形式的，它的 D 是含1000的，因为国内是没有一片能含到1000的 D3 的，所以我就选择了这款药，然后我一直都在吃，还是蛮不错的。就是这个维生素 D3，它无论是你缺不缺钙的话，这种维生素你都可以平时吃一点，然后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吧，应该。所以说这个1000的 D3 我还是比较推荐他们家。其次呢，就是维生素 B， 我有的时候也会吃一些维生素 B 或者维生素 C 或者那些东西嘛。那我也是在买这个拜耳的这个药的时候呢，然后跟着它一起买了这款，也是这种大瓶装的，它2个瓶差不多，然后里边也是这种药粒儿，有一点点黄。之前我有吃的是日本的那个维生素 B，
其实都差不多，维生素 B 我觉得都 OK， 反正它就是 B 的这个综合嘛，什么都补一点，然后就防止掉头发呀，防止你比如说伤口可能说不是很快的能愈合呀，精神不振啊，反正各种吧。那这些药呢，我个人建议是，如果你是需要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术后必须要每天补充，或者是经常吃的一些人群呢，那你可以去选择适合你的。那你比如说你吃完这个药之后，你可以去医院抽一个血，然后看一下你的指标是不是很好。如果你这个药还不错的话，你就可以去保留。那如果你是一个身体很健康的人，就是你在每年的体检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你可以去稍微的补充一些，就不是说每天都要吃，因为你平时在你的饮食和你身体里自身的这个补充其实就差不多。钙片的话呢，老人可以去经常的吃一点，就是也是看你整个这个抽血的一个补充，如果你没有很低的话，其实你就不用吃。OK， 那今天的视频呢，希望对观看的你有一些帮助。那今天就到这里啦，感谢你的收看，拜拜。